就我们今天邀请的就是 Neo 的发小霍香，在广州的一所重点的医学院，在这边做实习的医生。那你做手术的时候，在手术室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灵异事件呢？没有，我觉得都是属于我们掌控范围内的。比如说那些病人可能麻醉深度不够，他会苏醒啊，或者是他会在手术当中抽搐啊、动啊，这些都是可以用麻醉去解释和控制的，并没有什么灵异的东西。那患者他苏醒之后，他有没有什么人跟你描述过，有经历过什么濒死体验之类的？这个我倒是没有遇到，他们有一些意识还没有觉醒，但是可能有些本能的反射。最恐怖的其实就是他们身体不能动，但是意识先苏醒的这种情况，但是我遇到比较少。身体不能动，那意识先苏醒，那是什么样？就是眼睛睁着的，或者是说跟你像鬼压床一样。对，我听说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她鬼压床，其实是有一些小鬼，就是有些男鬼想来调戏她，所以压在她身上，就是相当于跟她开个玩笑什么的。但其实就我们还是觉得，因为控制你的意识和控制你身体活动的神经系统不一样嘛，他们有时候恢复时间有先后差别，也是比较正常的。就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觉得很惊奇。对对，那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在你的理解。我觉得就是人的神经电活动的一种涌现吧。当然不只是人了，其他动物也可能会有意识。就是一种涌现的现象。我可能解释的比较唯物一些吧，就是跟玄学什么关系不是很大。对，我觉得做医生的话，专业肯定是得需要维护的。那些道家思想啊，还有一些自然相关的哲学啊，那些我们感觉比较放松的话题。然后对于玄学，其实我了解不是很多的。对，然后霍香他也对，就是对于一些老庄哲学呀，还有玄学啊这个话题也非常的感兴趣。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想邀请霍香来聊一聊这个，就是你所了解的那个老庄的哲学，包括你的一些学习的一些经历啊，一些心路历程啊，都可以聊一聊吧。可以啊。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看百家讲坛，然后有易中天去讲诸子百家嘛。然后我们通常小学教的比较多都是儒家的思想，他会教你怎么样去积极上进的去拼搏，怎么样做人做事，然后怎么样去处理伦理道德的问题。然后他也百家讲坛也会讲道家思想，包括易中天呀，然后还有曾仕强他们讲道家思想。但是我小时候是没法理解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清静无为，然后为什么要去淡泊名利，在我小时候很难理解。但是我上中学之后，发现其实我对比如说庄子和老子的思想，还有一些自然文学，当时都特别喜欢阅读梭罗的作品，还有黑塞的作品。我觉得他们都是深深的受到了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吧。那比如说梭罗和黑塞他们的作品里面有哪些思想跟我们中国的比较吻合？梭罗他写的最出名的一本书就是《瓦尔登湖》嘛，然后我和尼尔都是读了好几遍。他又比较强调，你要控制自己的物欲，就是说你对于外物依赖越少，那么相当于你被社会所束缚的就会越低。然后他梭罗是一个特别爱观察自然的博物学家，他会抽出大部分时间去记录和观察自然中的草木虫鱼鸟兽种种自然现象，然后把它写在他日记里。
其实，中国古代人也是特别强调你要多识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嘛，就相当于你要在自然中与那些天地互动，相当于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对。然后梭罗在他写《瓦尔登湖》那2年隐居时间里，他也是尝试了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去自己开荒种地，然后造一个小木屋，然后尝试去在比如说湖里面游泳啊、徒步啊，还有跟山里面一些原住民互动啊，这种，对也是一种隐士的生活，相当于。对，我觉得我听你说去观察那些草木虫鱼鸟兽，我有一个很切身的体会，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在家工作嘛，然后有时候买菜的话，基本上买1个星期的菜放到冰箱里面去，然后就是工作、吃饭、睡觉，有时候待在家里面，就是待在家里面，可能有个2-3天，甚至说最多的时候10天都没有出门，也甚至说没有见到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就感觉，如果是说一直都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话，我感觉整个人就是气场很虚，然后整个人都要傻掉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哪怕是每天出去个5分钟、10分钟，或者就在我后院里面逛一逛，我去观察一下那些花呀、那些草呀，然后我就会感觉到能够吸收到了天地日月之精华，然后再回去再去干活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有一股正念。是的，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受不了长时间待在室内吧，比如说疫情隔离那段时间，大家都要被憋坏了，我可能就是顶多1-2天能完全待在室内，比如说在医院值班，我觉得已经很痛苦了，因为要连续工作24到30个小时那么长嘛。哇，是这样的，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户外活动。在我有空的时候，都会去附近的那些湖泊啊、水库，还有丘陵、山脉里面去放松自己身心嘛。然后跟自然接触之后，就是跟你待在人类社会与种种事情打交道，那种状态完全不一样，相当于你又去重新的感悟了天道的。又脱离了人世间的那些俗事。这个用科学怎么样来解释？它是说有一些那些植物散发的一些芳香烃，或者说一些电磁波对人的意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其实日本他们研究森林医学比较早，而且非常的系统深入。他们觉得在自然当中可以比如说去降低你压力激素的分泌，人最主要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之类的糖皮激素嘛。然后如果压力激素分泌过多的话，你可能会血压和血糖升高啊，然后脱发呀，变得肥胖呀，焦虑、失眠呀这种。我们发现在森林中散步，或者是在城市的自然公园里面，然后人们的压力水平都会降低。但是具体机制的话，我了解的没有那么多。我也有那个深感那个体会，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晨昏颠倒嘛，基本上都是那个下午1点钟起来，然后再去干活去写代码，然后到了晚上可能是写到凌晨4点多钟。对，因为那段时间就是你早上如果是上午的话，我的那个就是精力不够集中嘛，我会觉得还有很多事情。但是你到晚上做事的时候呢，你会想到周围的人都睡了，你想找人的话也没有人，然后这个时候唯一的那个专注就是想我把事情都给做完，做完之后赶紧去睡觉。对，所以就是但这样子的话，就是感觉到很虚，有时候就是可能你一天都没有，你醒来的时候就基本上快要日落了嘛，都是下午的那种黄昏，没怎么看到太阳然后早上也起不来。好，后来就是我看到了有一位台湾的有一位博主，他去
经常去拍，就是台湾的那些风光啊，或者他说就是你去，你经常去看一些花呀，看一些草啊，跟你说的那个机制也是类似的吧。好，然后我受到他那个视频的感动吧，然后我就到周围的一些就是我们这边有一条废弃的一条老铁路，大概有100多公里那么长嘛，但是有时候我走个几公里。走过去走回来，然后周围的时候会遇到有一些跑步的一些行人啊，都会打一下招呼，好，然后再去感受那些就是那些枯草落叶，或者说有时候四季的那个风景都不一样嘛。好，然后回来之后，哇，就走了2天，然后整个的那个早睡早起的那个生物钟就扭转过来了，然后就是感觉到很有朝气，对。我觉得你真的是意志力太强了，天哪！就写代码能连续写那么长时间，我觉得我现在专注力都被互联网摧毁差不多了。当然，工作的那个种类不一样。我是说，如果你想学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学25分钟，学30分钟，然后呢，你再切换5分钟给自己休息，或者跟室友聊天，或者是说去看一看什么自己喜欢的视频，刷短视频。但是5分钟之后。马上再切换回来，那样子的话，就是像你那个跑步一样，跑马拉松一样，跑个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子，保持这样子的节奏感，可以保证这个效率会比较高。就是因为人在一开始干活的时候，他前20分钟的那个专注力是最高的。那如果是说这样子的话，那如果一个人他连续去学4个小时。那可能就不如，我学半个小时，我再玩个10分钟，然后我再学半个小时，再玩个10分钟，那样子，他的那个整体的那个专注力，他的绝对值是最高的。确实这样，这个叫什么番茄学习法吗？我不记得了。我现在也一直都在练习这个，对，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收到了有一家公司的那个面试的一个邀约嘛，然后那个是全世界相当于数1数2的那种做那个5G 网络的一个通信公司。好，然后呢，它会涉及到就是有一个比较难的叫 C++ 的那个语言啊，当然这一段因为我比较个人的东西，我会给它掐掉。然后那家公司的话，是我之前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有一位犹太的朋友，他之前只是高级工程师，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他升到了相当于首席工程师。好，然后他让我去应聘那个岗位，应聘他帮我类推嘛。然后 C++ 的话就是它是跟那个硬件有关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的性格嘛，因为现在在欧美这边大部分的公司，它那种能够给很高工资的，就是就是那种大概相当于5、6万人民币往上，甚至说就是有一些岗位高级工程师5年工作经验，大概1个月有个1万多欧元。对，就是像这些岗位啊，什么行业来钱来得快呢？就是金融。就是那些什么投资银行、什么投行，给他们来去做那个线上交易的软件，就像这一类。然后你要做它的话，就得去保证它的那些安全性啊、稳定性啊。像这种那个开发人员，他的工资是最高的，包括硅谷，因为美国它现在基本上它都那个就是实体的那个什么制造业嘛，基本上都已经空心化了啊，但是它还是保持那么高的那个 GDP， 那它就是通过金融的这个手段嘛。但是我个人的性格，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学金融的一些同学，我接触过学金融，感觉都是空手套白狼，就是互相之间吹牛嘛。就是他本来你本来兜里面可能只有200块钱，但是他哇吹的好像有2万一样啊，那你就信我的，我是有钱人，我有事啊什么？就靠杠杆和借贷吗？对呀，我就对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但是 C++ 就不一样 ，C++ 的话它有2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去做那个5G、6G 的网络吧。现在这个时代，你说搞那个什么6G 通信网络，搞那些基站什么的，那就相当于100年前你说去修那个什么南满铁路，或者是去修什么京张铁路，就是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可以涉及到那个航天的那个开发，就是因为 C++
它可以去接通那个嵌入式语言，就相当于是那个计算机的芯片，就是你通过一个芯片来操纵，有一些那些就是一些机器啊，或者一些硬件啊，一些机器人啊。然后它的那个语言就是直接用 C++ 来写的，因为 C++ 它是直接可以跟那个机器、跟硬件来建立直接的沟通。而前面我说的像什么金融啊，他们那些东西是用 Java 语言，而 Java 语言它本身它得再经过一环，经过 C++，然后再直接到硬件上去。所以你要根据那个硬件来沟通的话，那必须得是 C++ 了。所以我就看到就是像美国的那个特斯拉还有那个 SpaceX。这些公司嘛，去搞那个什么，就是登陆火星的啊，他们那个 IT 部门唯一招的就是 C++ 的那个工程师，他的那个难度的话也是比较，他的那个难度的门槛呢，第一个是在于，就是他写那个代码的时候，他有很多骚操作，就跟你那个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打怪，它有一些连击或者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那个大招嘛，你可以用 C++ 直接写来，而其他的语言呢，你可能要写个好几行的代码，但是它的话，它直接一个技能，相当于一个单词就把那么几行的代码全部都召唤出来了，就是这是第一。对，然后第二的话呢，它有一个指针的那一个理念。指针就有点类似于你的那个桌面的快捷方式嘛，然后你电脑那个桌面点开快捷方式，它不是直接自己就出来的，而是说它进入到有一个什么路径啊，然后那个路径里面那才是那个它真实的那些大的那些文件。但是 C++ 的话，它有的多的话，它会嵌套好几层那个快捷方式，你点进去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个，然后那样子的话，它就是那个计算机它要来通过计算。或者说通过来排列那些什么数据数列还有矩阵的时候，它那个效率会比较高嘛。但是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话，有时候写着就会把人给绕晕。我记得当时我有一个表哥，他是厦门大学的那个计算机的那个本科嘛，他就说他大二的时候开始学 C++ 嘛，然后他有好几个室友，他那室友当时当年高中的时候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学霸那样考进厦门大学，但是就搞不定 C++， 搞不定 C++， 最后整个人都很抑郁了。因为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感觉哎呀，我所有的那些证明自己的自我实现的价值都是投射在这个文凭上面的，包括我们长那么大就是一直被什么那个老师同学夸赞，也是说我这个成绩好嘛，成绩好，但是文凭多高？对，但是实际上呢，如果是说我这个学位没有拿到的话，我再出去找那些工作的话，那很多其实我是没有那个动手能力的。我去应聘一个送外卖的，或者快递小哥，或者说我去应聘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技术员。就是那种生产线或者那种大厂里面的。好，那些东西跟我在学习，跟我在读书，写的那些论文，那些东西都是完全另外一个领域，就跟一个是数学，另外一个是化学一样，那东西都得重新去学啊。所以在冲刺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完了，我一定要把学位拿到。完了这一科挂了怎么办？这怎么办？我要留级了，我拿不到学位了，我后面我整个人我不要废掉了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在猜嘛，就是你前面说你压力大，你实习压力大，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然后第二的话呢，也是想到你那个就是你说你一直干那个20-30个小时，我天哪，20-30个小时，然后连续高强度的那种工作，我之前试过，就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要去赶那个，他有一些那个项目要提交的那个截止日期嘛，然后我为了赶那个进度，有时候2天2夜不睡觉，2天2夜不睡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我体验过的时候就是出现幻觉，就是你睁着眼睛你会。就是白日梦嘛，你会看很多那种，就是睁着眼睛做白日梦，对，然后甚至手都在发抖，都在颤抖。那还好，我当年是只有21、22岁，但我现在的话，我再那么折腾的话，我感觉我体能也跟不上了。对啊，那种猝死风险还是挺大的。对，真的要保重身体。我觉得。就看你朋友圈，觉得哇，你真的学习还有写代码能力很强，然后也特别拼。不强，我写代码泯然众人了嘛。但是我觉得你那个动手能力很强啊，就是医生的话不都要除了理论还要实操吗？这种还好吧，其实
它跟那些维修工啊或者说厨师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除非你要做科研哈。如果你只是实践的话，其实不算很难。啊，哎，你都谦虚了。对，这个真的，它只是一种手艺啊。那你们实习的话，大概收入能有多少？我们现在是规培，如果你作为临床医学本科生去实习的话，是没有收入的。然后我们规培的话，如果是跟读研一起，相当于只是拿研究生的那个补贴了。然后在广州一个月也只有1000多，甚至比他们低保还要低。哎，我怎么感觉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爱尔兰这边那个博士的补贴一个月也是1200欧元，就是相当于那个给那些失业人士的救济金嘛，也是正好1200欧元，也是正好1200欧元。所以因为就是那你们做的那些工作嘛，安排你们做的。现在是规培阶段，规培就是做住院医师的那些工作啊，就比如接收病人啊，然后给他进行问诊查体，然后写病历，给他制定相应诊疗方案，然后就上手术嘛，作为手术助手，然后有一些小的手术可以自己去完成的，还有一些操作，比如说给他清创缝合、换药、拔管那些比较基础的操作。有时候还会去门诊、急诊独立接诊病人，或者是跟上级医生一起接诊。对，就类似于你们老家市级医院那些住院部医师的工作。在一线城市，这个能够接触到的病人、遇到的案例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对，不过呢，就是你从一个企业来讲的话，那通常那个实习的医生毕竟也是相当于新手上路嘛，所以通常那种比较核心、比较难的东西。他不会安排你们来做，但是然后安排的话，通常是就是说对那个企业它的那个效果增长不是很显著，但是对你个人的那个经验值的加分是很大的。所以就是像这些东西，你要就企业来说的话，也不是企业，就是说就单位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带来的那个效益的话是比较低的，所以说那个收入也比较低。但是呢，你之所以就是一开始好像收入比较低的话，它是因为你没有经验嘛。你在这里摸爬滚打1-2年之后，你就有了经验了。你有了经验之后，那你的那个履历里面，你再去做事的时候，你的身价就会往上涨。所以就是包括就是我们之前去带实习生的时候，很多那些大学刚毕业出来的。都是一种比较懵的状态，包括我自己，我一开始实习的时候，我也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什么的，到底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感觉居然安排让我做这个，那就做这个吧。但是它背后有什么逻辑，我都搞不清楚。但是我做了1-2年之后，马上就开始就是比较通透了，所以所以之后的那个身价就会往上涨，然后我就会对于他那些就是那些底层的那些逻辑的话，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些理解。对，确实，我觉得就像你们做编程还要代码，那确实是得一边做一边思考它那个逻辑啊。然后你得想它怎么跟这个项目跟客户的需求结合起来，是吧？对啊，而且你越做的话，就是还会想到，我怎么样来改善，让它那个反应速度更快，然后让它内存占用的资源越少，然后时间越快啊。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有一些计算机的那些操作，你如果只是说比如说你输入的那个参数。或者说具体点嘛，就是说，比如我设计了一个那个线上支付的一个小程序吧，如果是说你一开始只有几百个人来操作的，运行的行云流水，但是如果突然你那个小程序成了爆款了，然后你来了有10几万人，同时在那一个时间点你来进行线上的那个访问，那可能你这个系统你就会垮掉，你就会就是宕机吧。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设计的那个软件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些更高级的一些方法来把它的这个情况给它规避掉。对。我还是挺佩服学理工科同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理工科很优秀嘛，但是当时我家人比较希望我当医生，特别是我妈。然后我爸他大专的时候学计算机，他倾向于让我学计算机，因为可以本科毕业之后迅速工作，然后获得一个比较高的收入嘛。
其实我现在有一点后悔，在这个时代在中国行医，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对，我还是觉得理工科这些同学他们学的东西相当的扎实，而且回报的话也比医学的性价比高一些。哎，我觉得为什么人总是会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会有那种这山，对吧？啊，你说什么？就是比较喜欢羡慕别人的生活。对啊，都会这山望着那山高。就我是同样的，我很羡慕学医。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行业你有技术壁垒，一般你要拿一个那个行医执照的话，你不通常都得在医学院里面待个5-6年，然后后面也有实习，你才行嘛。但是计算机的话，像你这种学得快的话，那其实有时候可能6个月，或者是说1年，你就可以把那个就是别人在大学里面学个3-4年的东西全部都给他弄来，因为大学里面它的有一些课程完全没什么用的，然后再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考试，而且它很多那些课程，就我说的计算机啊，它其实已经是晚了有5-6年的，然后那些东西，对，然后再就有的是完全是说为了那个教学大纲，而他有时候他也是取决于一个教授他的那个教学的水平嘛，一个老师的，所以那就会很多学的那些东西啊，我是为了那个，如果那个就实践能力不是很强，只是为了专门考试的话，那我可能前面死记硬背下去，后面就忘了，那就相当于很多无用功是浪费在那里的。但是如果是说一开始我的目标就很明确，我就是要来动手去做程序员的，我不会想到什么那个是考公务员啊，或者我要去有什么保研的资格呀，或者我不想到那些东西，我就专门来盯着我要提高自己的那个做项目那个实践能力。像那种人的话，他可能就是像你说1年，他就会那个马上进入那个行业，然后开始去拿那种相对较高的工资。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他第一那个更新换代的特别快，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就是你有可能你一开始去学，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那个车一开始我去学手动挡，然后怎么样去操作啊。然后学好不容易科目1、科目2、科目3，然后倒车入库考下来之后，哎，它新出来的那种就是有那种倒车后视镜自动挡的车，然后所有的电动车，所有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手动挡的车全部都换成电动车。好，那这种情况下，那我学的那些东西就是相当于通通的全部都用处不是很大。对呀，或者说后面新出来的那种无人驾驶汽车，那导致所有的那些。就是我前面怎么样练习的，那么考的驾照都得给它放弃掉了。然后计算机它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你有可能你学了10年的工作经验，然后突然 AI 一下来降维打击，然后你那10年的东西你都通通白费，你又得去新去学 AI。好，然后但是呢，你这个计算机的话，但是你学医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困难担忧嘛，因为你前面有个5-6年的那个医学院的那个积淀，它有一个技术壁垒，不会像是说其他的那些人。改行啊，去转码呀，或者就相当于就是学医的话，如果你想去学计算机，然后你可能就是针对性的那个练习嘛。我其实如果你想要我教程发给你，我觉得以你的那个目的的话，你可能6个月，你就会迅速的把那些东西拿下，然后你去应聘一个公司的话，那是不在话下的。好，然后你拿着他的那个工作经验，你工作个1-2年，然后你再去应聘那个什么阿里啊，或者是说美团，像那些公司，那样子的话，那个收入可能就50-60万人民币了。但是反过头来，如果是说我学计算机的话，我学了多少年，我要去改行去学医，那我就可能我要到医学院里面去，我要去学个至少要5年吧，我才能够进入你这个行业。对，所以而且就是中国，你说他这个时代，哎，对你前面说你说这个时代不太适合那个医生，他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比如说就是因为在中国的话，他其实小城市及以上那些医院，基本上医生大部分科室已经饱和了。因为他专业的扩招的话，而且长期以来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和发放过多的学位嘛，所以现在中国很多行业它都比较饱和，包括医学是这样。然后医学它刚好又是一个论资排辈的行业，它不像计算机是凭硬本事的，
就谁能力强谁就上。然后医学它论资排辈意味着，当前辈已经把那些位置占掉之后，后面的人他的处境就会比较惨，就类似于日本的那种终身雇佣制，他虽然工作很稳定，然后也不容易被辞退，但是后面的人他进去的话，如果前面人没有退休或者是没有让位，后面人就是发展空间非常受限。我们现在处于这种状态，而且现在中国它经济不是很景气，对于医疗的支出也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很多比较好用的，比如说进口药物啊，还有一些进口的耗材，价格相对较高的那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然后相当于被国家啃掉一大半，然后医生收入会下降，他的那个疗效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就这样子。哦，就相当于这个叫3年河东3年河西吧，你可能就是在这2年经济不景气，然后后面的话它2027年之后它又会变得非常好。然后第二的话呢，我还是觉得就是你一个人就是时代它怎么样来那个发展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无论什么时代它都有人那个就是发展的比较好，或者说再好的时代也有人发展的比较烂。比如说就是像我在之前时代比较好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那种就是人生是一个比较低谷的状态，那我就觉得哇，那你周围所有人都起来了，那同学你们都拿很高的工资，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反过头来，像那种比较低谷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资源，有人能够挣得到一点钱的，对，所以所以就是说还是说我们眼光稍微长远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韬光养晦嘛，能够把自己好学的那些东西能有那个技能，我们就按部就班的提升上，然后机会它总是那个垂心于有准备的人嘛。是的，有些时候我们确实目标比较短浅，就看这1-2年的东西，但把它拉到整个人类历史或地质时代的长河当中，自己这一点困惑都不算什么。对，所以我就听说过嘛，其实如果说真的有那种高维能量体的存在，或者说有神的存在的话，那其实神和人本质的这个区别就是。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